电商情报站，比比洋直连日本 Amazon，一键直送日货，跨境电商市场即将迎来狂暴式的成长。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蛮准的啦，很值得参考。这样，你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很忙？行销啦、发讯息、对账啦、排活动，但是却总觉得花了一堆时间没有看到成效。你知道吗？这些重复又琐碎的事情都可以自动完成Cyberbiz Automation 帮你把流程变聪明，透过简单设定就能自动执行所有繁琐的工作，让你省时又省力。像是节庆优惠、生日问候、购后提醒都能够排程自动发送，不再怕错过跟顾客互动的黄金时机。我们还有智慧分众功能，系统会依据购买金额、频率与最近的互动，自动辨识 VIP、大户、沉睡会员或潜力新客，并帮你一键投放对应的讯息，让行销变得精准，回购率自然提升。而且每一步流程都能及时追踪成效，行销预算花在哪，回报是多少，一目了然。重点是不用懂什么技术，也不用写程式，我们设计了图像化操作界面，让任何人都能简单上手，真正做到省时省力，又能效益加倍。现在 Cyberbiz 特别提供 Tony 观众的福利，只要你现在填写表单，跟开店顾问说是看 Tony 影片来的，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想让团队更有效率，行销更聪明吗？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免费试用30天，把重复的事交给系统，你专心让业绩成长就好了。Cyberbiz 开店平台让有好产品的人做生意更简单。上一集我们聊了全支付出大事了，这次我们来聊比比洋可以买日本亚马逊了。先说一下这集为什么重要，就比比洋可以买日本亚马逊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蛮普通的但是我会说这件事情值得深思啊，因为这代表全球电商时代即将到来。就算你不想要跟外国竞争外国商品也会跑来跟你竞争。影片记得看到最后，我会跟你描绘未来的电商时代长什么样子。我们先讲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哈日族有福，台湾跨境代购电商串接 Amazon Business， 日货轻松买内容是这样，就是比比洋正式与日本 Amazon Business 完成 API 串接，所以你现在上比比洋可以直接买到日本 Amazon 的商品，然后也提供4大购物保证。第一，运送损坏或未到货全额赔偿；第二，寄出货商品的运费补偿；第三，所有费用透明公开；第四，配有中文客服协助。所以你现在想要买日本商品，透过比比洋会变得非常方便。这个不是业配只是他新闻稿有讲到，我就一起讲一讲。只是我在想说 ，PC Home 现在是真的有点猛嘞，真的是拿到统一的钱以后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居然还可以跟日本的 Amazon 谈到这种等级的合作，这件事情的商业意义是什么？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是第一点直接同步日本亚马逊 SKU 与存货状态，能够和日本端同步，那也就不会发生一般人工代购会发生的问题嘛，没库存超卖，或是平台上的价格有更新，然后你没抓到之类的。第二 ，SKU 数量加1亿个。你直接串日本 Amazon 的 API，SKU 一次增加1亿个品项都不成问题。这比你去跟一堆小卖家签约相比，效率上快很多。商品品项可以一次海量倒进来你看你要签几个小卖家，开多少会才能凑到1亿个商品数？第三，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然后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提升购物体验嘛。他想要买日本 Amazon 就不用特别跑去日本 Amazon 的网站，然后那边注册账号填收件地址，有的没的，而且还一个个确认说哪些商品是可以寄来台湾，哪些是不行的不用，这些比比洋都帮你做掉。那报关什么的他也可以帮你处理，所以你要买日货的难度已经大幅下降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操作的确是可以吸引到一批喜爱日本商品的人。那你说这个做法有没有效你看我划线的地方，2024年台湾进口包裹总量比去年成长了13%，比比洋2024年订单量年增高达33%。比比洋去年的订单量是猛爆性成长的然后它现在还在加上串接日本的 Amazon Business，
明年的业绩绝对还会继续往上喷的。再来，你要知道 ，Momo 也偷偷在做跨境了哦。我来讲一个新闻，这个好像没什么人讨论哦。标题我念一下 ：Momo 法说会，跨境电商今年起跑，总座古元宏先生明年正式前进中国、日本市场哦。那内容是这样，就 Momo 在11月7号召开线上法说会，总经理古元宏先生表示，在今年10月推出的跨境电商业务，今年10月哦。这个很新哦，今年10月推出的跨境电商业务初见成效，台湾跨境包裹成长量超过 10%， 明年将进一步拓展中国与日本市场，成为公司新的成长引擎。想不到吧，连 Momo 都在做跨境电商咯，只是看起来目前商品还没有很多，应该会随着时间慢慢扩充这样。我比较在意的是说，古元宏总经理说他要把东西卖到日本跟中国。这件事情看起来蛮有难度的但至少是跨出了第一步。不要说什么，我们就一直在台湾被外国电商大军压境我们现在也开始去对方那边做生意了，这是好事情啊。只是说Momo要不要考虑一下发展韩国线？你都中日了，怎么会没有韩国的讨论现在酷澎韩国酷澎在台湾玩的那么嗨，我们也去试试看嘛不要跟 PC Home 一样都走日本线，你可以试试看别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讲。跨境电商将再重回大众目光。我们来讨论说，为什么 PC Home 跟 Momo 就好像讲好了一样，都在这个时候宣布自己要加码跨境电商，要投入更多资源这样。然后我们在之前这支影片，电商的 AI 大战即将开打，也有提到说，现在中国电商也在拼命的想要做跨境生意。然后酷澎跟虾皮动作频频就不用讲了到底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开始这么的重视跨境电商这个市场，我的看法是以下几点第一，本土市场趋见饱和，就是台湾电商市场从 PC Home 创立那年视为电商元年的话，就是1998开始到现在，已经27年了。也就是说，电商已经在台湾发展了近30年，能发展的市场大概也都开发过。你要说电商已经是传产的话，我想应该也没什么人会有意见。所以电商巨头们认为本土市场已经趋近饱和，想要去发展外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目标。第二点，跨境购物已成日常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根据全球物流公司DHL 发布的2025年全球电商产业趋势报告显示，约有 60% 的消费者曾借由网络向海外零售企业或电商平台购买商品。就是说跨境购物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说已经很稀松平常了。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 60% 的消费者？你平常买跨境，淘宝也算买淘宝亚马逊什么的，对我们来说都是算很普通的事情。第三，基础建设更成熟了，除了你熟知的支付方式更多元以外，基础物流也有很大的进步。例如说，以前你要买外国商品，你动不动就是下单后1到2个月才会到在海上慢慢飘。然后你还觉得这样跨国差不多吧，这样已经蛮快了现在不是1个礼拜没到你就觉得有点久，拖到2个礼拜你就直接客诉了或是中途就给他退货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到货速度要变快也让消费者更愿意去买外国商品。而在这3点的加持之下，对电商巨头来说，做跨境电商变成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我拆解给你看刚才讲的第一点，本土市场逐渐饱和，你想要营收再创新高，如果继续深耕台湾市场的话，只会越来越辛苦。但如果你去做外国市场，就是一大片肥美的土地。第二，跨境购物已成日常消费者都已经被教育好了，你只要让这个消费者在你的平台上有好的购物体验，他就一直来第三，基础建设更成熟，就像最前面讲的比比洋嘛跟日本 Amazon Business 完成 API 串接，以后资料都是直接同步，省得还要去人肉搬家什么的。然后金流物流也可以透过 API 串接来实现自动化，那就是你可以更有效率的来做这件事情，那对平台来说就会变得有利可图。这样我也大胆预言从明年开始你应该会看到更多电商巨头联手的新闻。最后我们来讲跨境电商的未来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乱讲，在我想象中跨境电商的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先说结论，
就是没什么跨境的哦，我们直接就是要全球电商的，不会再去区分什么国家这样。这件事情很有机会发生，因为现在 AI 出现了。我们之前有讲过说，Walmart 跟 ChatGPT 达成一个合作协议，就是消费者在 ChatGPT 上询问商品的时候，ChatGPT 会直接推荐 Walmart 的商品哦，然后双方的账号是互通的哦，所以你可以用对话的方式直接完成下单。就是你跟 ChatGPT 说你想要买一双红色高跟鞋，然后 ChatGPT 就会推荐你 Walmart 上有这2双很适合你，你要哪一双？哦，你说第一双比较好看，然后他就直接帮你下单，你就会收到包裹这样。好，那目前这个功能只在美国试营运，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开放到其他国家？这怎么可能不会哦？好，那就变成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直接去买 Walmart 的商品。法规什么的我们先不讨论，你看这是不是直接实现了 Walmart 迈向全球的这个愿景哦？我们也都知道什么，你做跨境电商可以做全球的生意，这句话是很爽的，因为语系的问题嘛。你想要做越南的生意，那你就是要做一个越南文的官网啊，哦，不然你能接触到的哦，就只有一小群看得懂英文的越南人。但是今天透过对话式购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哦 ，AI 就是跟你讲越南文哦，母语等级哦，然后后端都帮你处理好，啊，你就是跟他讲说喜欢不喜欢就好，啊，喜欢他就帮你下单哦，你管他说原本这个品牌官网是中文哦，甚至还是用拉丁文去写的，我能收到商品就好了。所以在 AI 的加持之下，我们才能真正的说，我们透过电商能够做到全世界的生意。好，也就是说，未来你的竞争对手就真的会是全世界的电商了哦。我相信这些电商巨头一定有看到这样的未来哦，才会不断的去扩张自己跨境电商的实力。至少在这个全球电商时代来临之前，要先把根基打好。例如说，Momo 在日本哦发展很顺利哦，当日本人透过对话式购物买商品的时候 ，AI 吐给他一个没听过的电商平台跟 Momo，然后同样卖同个东西叫红色高跟鞋啊，这个日本人就想说，这个 Momo 哦有看过，哎，这个大牌子啊，不然我买 Momo 的好了哦，才能让巨头在未来的跨境市场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也会建议你说继续关注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反正你就记得来看我的影片哦，有新的消息我都会讲八卦哦，讲八卦。今天这一集主要讲到跨境电商嘛，我说一个观念给你听哦，这是我工作好几年我还终于悟了的道理哦，那就免费送给你哦。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个国家的消费市场看作一个个的鱼池的话，哦，有人讲鱼池嘛，就是消费者鱼这种比喻的方式。我们把一个个国家的消费市场看作一个个鱼池的话，那你看哦，台湾的鱼池有多少鱼？2300万只鱼哦。不好想象的话哦，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停车格哦，一个停车格就装满布拉提就好了哦，密密麻麻整个停车格的布拉提装了厚厚高高的哦，怎么样？是不是有那个感觉了？一个停车格的布拉提。好，那日本市场有多少只布拉提？哦123397000只，我们就说是1.23亿只好了哦，刚好123嘛，1.23亿只，刚好是台湾的5.3倍。经过换算，大概就是一个羽毛球场地的大小哦。你看，从一个停车格的大小扩增至羽毛球场地的大小，都是装满布拉提的。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有非常多的品牌商或是通路商，不管是想的还是做的哦，都是怎样，都是把日货带进台湾来卖，这无可厚非。因为台湾商人就天生熟悉台湾自己这个市场，知道进什么货会有人买哦，那也熟悉台湾的商业环境，什么税务啊、法律啊、发票啊、员工劳健保等等，这很合理哦。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生意，做好玩的。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哦，就是我怎么是把大鱼池的商品拿到小鱼池里去卖，还期望卖出好成绩呢？哦，这天然就是个难题啊！我为什么不是说把小鱼池的商品卖到大鱼池里面去呢？哦，我生意这样子做的话，我生意即使不好，也还是比台湾好非常多哦。后来就顺利很多了。这里的故事改天有机会再聊，反正都是一些年少轻狂的屁事。总之大鱼池、小鱼池这个理论我后来就认为要做就要做大鱼池的市场。按你说
我就不熟那个大鱼池那一国的税务、语言、金流、物流等等的像美国没写清楚让人家使用上发生一些问题，直接被告到倾家荡产，什么被麦当劳的咖啡烫到，直接赔了好几千万，那是怎么弄我问你，是谁出生就很熟？没有嘛？学啊，而且现在有 AI 呢。讲到 AI 哇，我现在真的是看到新王登基Gemini 3 Pro 模型这个 Gemini 3 Pro 模型真的很夸张真的很厉害。不过根据大厂的惯例就是发布会刚开始的时候实力最强，然后再来就会打折，再来打折，不是价格打折，是能力会慢慢打折这样。所以现在是最好用的时候，赶快多用一点选思考型现在的 AI 可以帮忙解掉太多以前要花大价钱来请人帮忙的事情，比如说市场调查当地税务、客服信件往来翻译等等，尤其是可以设计出该国母语人士等级的行销文案，甚至还有双关的梗像我们台湾自己有台湾自己的梗嘛，日本市场母语等级的日文的梗，我们大家都不会，日文学3年5年都不会，可是 AI 立刻就会超厉害你可以去试试看。好，回来就是说大鱼池、小鱼池我们台湾就是小鱼池嘛，我们还拿大鱼池的商品倒回小鱼池去卖，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往后走，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把台湾的商品拿去大鱼池卖嘛我们卖出一个小成绩，都是数倍于台湾小鱼池的好成绩嘛，小成绩都会变成好成绩知名的案例有什么？台湾的水果卖到日本，对不对？从小到大都听过，那还有什么？几乎没有了对不对？反而是日本商品疯狂的占据台湾布拉提的钱包台湾哪有那么废？台湾也有很多 Made in Taiwan 的好商品真的可以卖过去给日本的布拉提，那可是一个羽球场的数量，有1/1000跟你买，你都直接上市柜所以就往外走吧，从小鱼池到大鱼池里去逛逛。跨境电商就不要再拿大鱼池的商品来殴打小鱼池的布拉提了。这个小鱼池是天然的什么地狱难度副本，你信不信？我们台湾商人其实很强因为就小鱼池嘛，所以大家就互相竞争来竞争去都还没挂嘞就跟练股一样，你知道吗？台湾商人做生意其实很强嘞，台湾商人是股王，你知道吗？其实都超级强，不骗你。往外走，你去大鱼池看看你自己在一个小停车格里面互殴的鼻青脸肿，到底有什么意思？去吧从停车格的大小跑去羽球场看看，本来就这边格内互殴就会降级变成练拳头而已。你没试过，你都以为我在讲干话，你试过以后你就知道说，台湾怎么那么变态这么辛苦工作，然后用到最高端的行销技法广告投放，有了没的一直进修结果没赚多少钱国外市场好像有点好打就这样。其实台湾真的是超难的地狱副本，我们自己身在其中都没有发现，还以为自己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很烂，真的不是这样。对那个大鱼池中国除外，中国现在更卷更变态台湾商人在他们面前都跟小绵羊一样，中国就先不要总之大鱼池小鱼池你思考看看。这是我花很长时间才悟出来的道理怎么会是大卖到小呢？应该是要小，然后挑特色产品卖到大小成绩就会是好成绩了。好啦，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给你做个参考。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也欢迎底下留言讨论，我都会看。你想看到我做更多更深入的产业解析，我也开了 YouTube 频道会员，欢迎你加入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去制作出更深入的电商产业发展趋势来给你看。一样对电商官方购物网站有什么想了解的，就点击资讯栏里头的连结，让开店顾问帮你看看能怎么帮忙你。